收看关键时刻，中日之战，现在中国靠着民族主义不断在吹，不断在吹，把民族主义吹到最高点的时候，大家都要出来抗日。而讲到民族主义，就是一个东西，就是中国的荣耀——华为。华为明天要出新机了，大家非常的兴奋。它出的是 Mate 80，而且4个字形容：实力破圈。但最怪的事情却在今天来发生了。今天中国股市半导体股竟然是大跌的一个情况，这我们就看懂了为什么胡锡进突然要发文出来。他发文的内容，除了我们刚刚谈的之外，他还特别讲到说，不要用激烈的语言。我认为这不妥。原来他所谓的激烈语言，就是在帮中国踩刹车。这个中国踩刹车，这代表一件事情：你现在如果惹到了美国，你今天惹到了日本，你今天惹到了台湾，你半导体的产业，你真的不用玩下去了。这就是为什么。所以明天明明就是华为新机要发表的时候，你半导体股今天却跌下来。可以知道，除了胡锡进这样讲，中国股民心里都有一个答案：再弄下去，再闹下去，现在中国真的输定了。所以世聪，我真的觉得太奇怪。当中国现在民族主义吹得跟什么一样的时候，明天我已经讲了，华为出新机，对，实力破圈。再来说，我不用去限制人家用晶片卡我，用各种怪卡我，我们华为自己来，我们多棒！结果，中国这股市也太过分了吧！半导体今天直接给你跌。对，没错。事实上，今天这个亚洲股市普遍都出现上涨的这个局面，但是中国股市呢，今天表现的比较不好，尤其是科技股都出现一个比较领跌的一个状况。大家觉得奇怪，没有啦，中国现在有好消息啊！它的这个我们中国的荣耀之一的这个华为，然后推出 Mate 80的这个产品新手机。那新手机来说，他们说实力破圈，就是我们的这个竞争力爆表啦。所以呢，太厉害了。照理说来说，中国股市应该会有上涨来庆祝，就没有。为什么没有呢？因为说实在，目前为止来说，中日关系紧张。其实很多中国半导体担心什么？担心呢，日本会对这个中国的半导体实施制裁啊。专门对股民也是怕这一点啊。第二个是什么呢？因为原本呢，这个中国不是没有要买这个美国的晶片吗？对。但没想到，这个川普就说，我考虑把这个辉达的 H200卖给中国。那 H200，中国要啊，他不要这个 H20，他也不要 B30A， 但是 H200，是前一代的主力产品，他愿意买啊。所以这个如果愿意买的话，你知道吗？中国很多那种什么寒武纪啊那种东西的替代它，股价当然就大跌，不用玩了。所以我就讲，中国股民最理性。我就讲人呢，你可以乱讲话，但是钱绝对不会乱玩。股民不会拿这个国家民族意识来跟你对杠，不对的时候，我该跑的时候，我还是股民要赶快跑的一个状况啊。而且，这我真的觉得太奇怪，股民都已经说得这么白，华为明天就要新机就要来，发表日来，你看到这个华为 Mate 80预售10分钟抢空，你看这标题，这配置让苹果坐不住了，对，没错。我跟你讲，实际上明天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对，这个华为 Mate 80，你看它的手机，看起来的话，的确是蛮漂亮的啦。那整个架构来说的话，他说它不论是说从它的镜头或者它的荧幕，的确有非常多亮点。那他就说，你看这个配置让苹果坐不住了啊，苹果你完蛋了。好，就没讲，那苹果到底有没有坐不住？苹果真的是坐不住，他笑得坐不住了。为什么笑得坐不住？你看底下就有很多网友留言，他说什么？对啊，美国科技封锁真的有效果啊！苹果重登2022年之后失去的王者宝座，也就是说，最近1个月来说，苹果的销售是登上中国第一。另外，华为手机沦为当年这个全球风靡的这个 Nokia 系列的手机，就是 Nokia 都什么60啊，什么70啊，什么80啊，它就是换壳而已啦。简单来说，就是荧幕换了，然后壳换了。其实里面是没有换的一个状况。中国网友也太酸了，这不是你们的骄傲吗？你们的荣耀，结果你这样子讲。我觉得他讲的没有错。为什么？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他不是说苹果2022年失去了王座宝座又拿回来了吗？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最新的。你看这个苹果不是刚推出这个 iPhone 17吗？对。好，如果我们用这个10月的数字，10月你看10月的这个10月成长数字你看这是中国各家手机你看这个 OPPO 成长19%，这个荣耀跌1%，华为跌19%，华为跌19%，苹果成长37%，所以苹果是变成你看苹果的成长就变成是华为的痛苦嘛，对，因为他们都是打高阶手机，所以因为苹果销售量暴增之后，华为的销售量大幅的滑落。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所谓的 Mate 80到底实力怎么样？我们先刚才看一看616，大家就知道了。好，我们
这个 Mate 80系列开卖10分钟嘛，对，不到10分钟，你看 Pro Max， 然后 RS 非凡这个大师全线歇货，它是不到10分钟，对，大家都在抢啊，对，没错。然后它 Pro 版的话涨价到这个6999，那比上一代要涨500元，但是呢，供货比呢只有30%，也就是说它事实上供货量是不够，所以它什么意思呢？它等于是用所谓供货不足的这个状况引起，我看中国的 Mate 手机都是炒作。赵伟，你记不记得去年不是有一个3折机吗？对不对？3折机你知道一开始被炒得很夸张，对不对？你知道3折机后来怎么样？你有没有听说后来卖的怎么样？卖的爆烂，烂死了！我在讲是爆烂，真的。而且你知道很多人一弄上去之后呢，你只要搭载几个城市，它就宕机了。所以后来是灾情惨重。你去 Google 后面你就知道，后来是灾情惨重，连你不觉得后来都没有人在讲3折机，突然之间好像就消失了，因为它卖的爆烂。真的爆烂，而且效果非常的糟。好，所以大家都很怕嘛。过去1年我都是因为国家情绪，我去买了3折机，大家都被割韭菜，所以大家这一次都害怕。那为什么害怕？这种你刚刚特别提到什么3折机？我说不对哦，我最近看到一件事情，你看它的标题，他说这个保时捷设计遭火烧人来正常运行，网友惊叹战损版质量过硬。大哥。你已经烧起来，你还在吹你质量过硬。不过我觉得还真的蛮厉害的，为什么？你看烧成这样子哦，你看它整个后面都完全烧成这样，还可以用。对，还可以用。所以我必须说，它的确战损版质量过硬，的确是。可是问题是，我就跟大家讲。它这个就是因为晶片不好的关系，我就跟大家说了，因为你晶片很烂的时候，你散热一定会不好。对，散热不好的时候，你用太久的时候，它就会火烧。对，所以果然你看这种东西不是出现第一次，这太离谱！你说烧成这个样子还可不可以用？来，你看，你在跟我开玩笑？是，等一下，中国制造也太强了吧？没有，不过我跟你讲，这就是丧事喜办的一个感觉嘛。就明明烧成这样，其实是很丢脸的一件事，但是你只能够说这还可以用。好，那我跟你讲，这一只手机是什么？这只手机是它跟保时捷合作的这个 Mate 30 RS， 它这是特别设计的一款手机，是高端的手机哦，一只手机要这个上万人民币，就没想到你看。玩了没多久，玩个游戏没多久就自己烧掉，因为我就说晶片不足就会这样烧掉中，所以来讲为什么后来这个 Mate 这个三叠机会没人用，就是因为它也是处在这个问题，所以我才说现在新的手机推出来的时候，你用这个7奈米的技术来说，你没办法克服那种过热的问题，你总是有一天还是会继续高温，甚至有可能烧起来。我跟你讲，主要原因是这样子的，我跟你讲，这次苹果我就说我们来对比一个东西。苹果用的手机，它用的是台积电的3奈米的技术哦。我再跟他讲，台积电的3奈米的技术哦，3奈米技术好。那你知道这一次的这个，我们这个华为都用麒麟晶片，对不对？对。它搭载的是麒麟的这个9030的这个新晶片。那90，你看这个里面大家都弄出来了，9030 Pro 的这个晶片啊，9030的这个晶片啊，哈。那你看9030的晶片来说的话，赵和，你知道它用什么是技术吗？它用的是7奈米的技术。7奈米跟3奈米，你知道差多少吗？差一个5奈米，差个4奈米才到3奈米，至少差2-3个世代。那个晶片呢，就比你大很多，对，所以它的散热一定很糟。所以我去年才说3折机为什么会突然之间就宕机，因为它你知道荧幕那么大，你要跑得非常快，你要同时展现那么多荧幕的这个东西的时候，它跑不动就过热就宕了。所以大家为什么对你没有信心？因为你这次它还是用7奈米的技术啊，7奈米技术来说。用的是中芯7奈米，所以大家还会担心说，我跟他讲啦，他从2-3年前的手机就是用7奈米的技术，到现在还是7奈米啊。照我问你，你想不想买？你看他这个时候他还跟大家讲，一个是麒麟，对不对？9030，还有 Pro， 对啊，不对啊 ，Pro 没有比较厉害啊。对啊，没错啊。你不是说不应该会不太一样？你不是 Pro 吗？其实都没有什么差，为什么？因为它用的都是7奈米的技术。那台积这个所谓这次苹果呢，它还用一个3奈米跟4奈米做一个区隔，但其实这两个东西其实差不多的东西，都是用7奈米的技术，所以它7奈米的技术会有个问题，它一定会过热。对，所以你只要抄它的手机之后，它一定会过热，所以这就是它的问题啊。那我就讲，现在大家都以民族情绪，现在在兴头上，所以你看，他还故意挑这个时间点。这个中日紧张，说买我明天要上了，大家你爱国心给我拿出来。结果没想到，你知道买下去的时候，我就讲你可能会后悔。好，我就讲这就是目前为止所有网友说的很明白吗？他们去年都被割韭菜了。好，那我就跟他讲，这一次不是用中芯的这个所谓7奈米的技术吗？好，赵和，你知道中芯现在怎么样？中芯今天股价也下跌啊。照理说
华为要推出新机，中兴应该会上涨，就好像苹果推出新机，台积电应该会上涨一样的道理啊。好，就没想那为什么这样？那我们来对比哦，这个中兴呢，它前一阵子刚好开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法说会，对，那第三季毛利25%，哦，为什么股价下跌呢？因为他说下一季的毛利率大概是19%到20%啊，会下滑这么多。那为什么下滑这么多？因为很简单，因为我要帮华为做更多晶片啊。华为的晶片就是我做的啊，那所以不论 AI 晶片或是说手机晶片都我做，那做的越多赔越多，所以下滑。那它本益比目前多少？我这个报告是说140倍，但目前为止本益比是大概120倍。我跟大家算出来120倍。我们来对比台积电它第三季的毛利是59%，你看它是它的2倍，快要2倍。然后第四季的毛利它预估是60%，那台积电现在本益比多少？才25倍。你就知道说中国股市到底是多大的泡沫，中国股市这么夸张的数字，中国股民也买得下。你就知道说中国股市是什么样一个糟糕的市场，你从这个就看得出来，120倍跟25倍的本益比啊，这样比而且25倍是我还比较保守预估，明年继续上涨后，它就本益比就降到20倍，但它获利是越来越糟糕，本益比是越来越高你看这就是这样啊，所以你看所以我才说中国的这个科技股很多都是泡沫相当严重。我们讲美国很担心 AI 泡沫，我跟你讲，中国的半导体才是真正泡沫所在，他更担心的，泡沫的很严重。好，我刚才说了，它的本益比是120倍哦，好，这个中心是这样。那我们来看第二大叫华虹半导体。那华虹半导体来说的话，兆尔你知道吗？它目前为止的整体的市值大概是多少？市值大概是1269亿人民币。你看这么多，1269亿，你乘以5好了，是一家市值是6000亿台币的公司哦，6000亿台币的公司哦。那你知道它上一季赚多少？它上一季赚2500万啊，2500万，然后它的市值是6000亿，它本益比是无限大，就是几乎是大到非常夸张的地步，好几千倍。就你看它公布之后，股价就下跌。那股价下跌的时候，你看他们的这个中国的媒体说，华虹半导体今天大跌9%，但是他说模型显示还要再跌36%。你说今天已经大跌9%，结果还不够，对，可能要跌到36%，当然不够啊！一直唱衰我再说一次，它的市值6000亿台币，它上一季才赚2500万。对，你这赚这么少赚这么少，那你市值是6000亿人民币，那6000亿台币，你一定会跌嘛。所以那市场，那你知道现在就大家公布，你看华虹公司股价跌，然后这个博时基金有2个重仓，然后就损失，然后华虹股价跌，那华商基金旗下也重仓，然后这个什么兴业基金旗下又重仓，所以呢，大家现在都绑在这个股票上面。所以来跟你讲啊，中国更大的问题是在于它的半导体的泡沫非常严，而且不止半导体，我跟你讲，中国的科技股大家都是泡沫非常严重的一个状况。那因为中国民众就是没得买嘛，他只能够买中国半导体，那当然是这样。好，那我就跟大家讲，这样为什么这次的日本呢相对它比较有底气？因为为什么？因为你要制裁我了，你大家我都玩过，我都知道。你说什么不吃日本的水产品啊，不吃日本的牛肉啊，不要让观光客来吃。其实日本都大概知道你会怎么做。好，那日本也说好了，那你要弄稀土，我也知道你要稀土要怎么搞。但日本有一个王牌，他没有拿出来。什么王牌？你看，我们讲光刻胶，或者叫做光阻剂，它叫光阻剂。你看，2024年的时候，中国从日本进口这个光阻剂的产品大概是13.6亿。大概占中国感光化学品的总额的54%，也就是中国一半的感光元件进口都是从日本进来。对，日本如果禁你的话，你都完全没得搞。那这些东西要做什么？你知道吗？半导体每一个制程都要用到，你这个东西没有的话，你半导体就做不出来，就这样。那光刻胶就是光阻剂，是半导体的核心制造材料。中国对日本光刻胶的进口依赖度高达80%到90%。所以中国完全依赖就是日本，对80%到90%什么概念？所以我只要掐住这个之后，你根本就完蛋了，你中国半导体就没了。所以那为什么今天半导体会跌？因为他们也很担心，你再这样中日紧张搞下去的时候，搞不好这个高市就美送，他就搞，因为他上次已经搞过一次南韩嘛，安倍那时候搞南韩就搞这样，他搞不好再搞你啊。如果你光阻剂下去。可能真的不单单只是刚讲跌36%，是还会再往下。对啊，所以我才说为什么股民会那么紧张嘛。好，那我们要讲基辛格不是就来了吗？他说他这次来亚洲，人家就问说，那你有没有去中国啊？他说没有，他说我手上呢，亚洲这一次只有2张机票，一张是台湾，一张是中国，日本是我的目的地，所以他根本没有想要去中国的意思嘛。
过去 Intel 其实在中国投资很多哈。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就是日本还有很多东西可以来对付你。对，我们跟他讲，这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些所谓半导体的相关的零组件。你看哦，全世界最重要的半导体的材料比，日本占了1半以上。我就跟你讲，你绕得过日本吗？日本全世界的材料它占1半，它占了48%。对，好，那设备来说，它占了31%。对，你绕得过它吗？你根本完全绕不过日本嘛。好，我跟你讲。日本有多几个东西是世界第一。第一个，你看，这有所谓的打这个所谓米字号的这个世界，你看材料世界第一，然后光照世界第一，然后还有光学产品世界第一，然后还有光阻剂世界第一，都不用讲。然后还有包括说像去除光阻剂的产品世界第一，切割啦、检测啦，然后包括说什么这个测试，它很多都世界第一。我跟你讲，这都是半导体一个一个制成。日本要对付你太多，我只要一封住你的时候呢，你的半导体就没得玩。对，所以它有很多东西可以对付你嘛。所以为什么我就说日本这一次来说，它似乎是老型仔仔，看不力咖喱的意思在这边嘛。不是，完蛋了！中国的国力，中国在发展、在研发这个地方，已经到了极限了。所以明天华为推出 Mate 80的手机，等于宣告一件事情，它没有办法突破美国的封锁，它的半导体自主的梦已经破碎了。你知道为什么这么说吗？因为明天发表的时候，竟然它最高阶的用7奈米制成的手机，竟然说没有报价，没有办法交货，要拖到明年1月。你知道吗？我们从2个月前9月的时候，苹果在推出17的时候，就已经听到供应链说，华为来不及推出手机，因为手机晶片做不出来。没想到他拖了2个月发表之后，还是要等到2个月后1月才能交货嘛，代表整个7奈米的晶片它做不出来，它没有办法突破美国的封锁。那你看一家公司的证据，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中芯的股价1个月前它还蛮高了，有80几块哦，结果过这1个月来，它竟然掉了15%，真的是暴跌，因为它手机晶片交不出来，毛利一直在往下掉，大家都看得懂啊。发生了什么事？供应链就在讲嘛，它现在多可怜，你知道吗？为了突破美国的封锁，想要替华为做出7奈米的晶片，结果他买了一个28奈米的 DUV 曝光机，竟然这边试，还是想尽办法要用28奈米来做出7奈米的晶片，良率很低，然后不断的试，想要推进到5奈米，真的是很神奇一件事情。你说哪一台28奈米制成的 DUV 想要来做7奈米，甚至我说我再拼一点。弄5奈米，对，这什么东西啊？所以它还在测试，你知道吗？所以预计要到2030年，它才有办法做出7奈米跟5奈米，所以它现在交不出货来，很正常，因为它用的是所谓的28奈米的深紫外光的曝光机在做。为什么华为手机今年来卖的非常的差，掉了19%？中国网民用的时候很清楚嘛，他号称推出真香手机啊，大家要买，这是水军去发了嘛？华为 Mate 80多好啊，比 iPhone 17还要好，结果下面的网民，我们用中国人自己讲的嘛，根本不是在提升硬件嘛，你的纯血血统已经不要，你一直用民族主义嘛，但是你硬体要提升一下啦。再来，华为什么把晶片换一换，编号换一样，9100、9200、9300，你是挤牙膏，其实都同一个东西嘛，因为根本没有办法提升嘛。我真怀念960跟970、980，那是台积电代工的，用到3奈米到2020年还租飞机来运晶片，现在没有晶片很惨，芯片架构都不敢讲。好，这个更有趣，那我干脆不买华为。所以为什么苹果现在卖这么好？他们自己讲得清楚啊，我现在预定了2部 iPhone 17的顶级版，把华为卖掉了。刚才讲的过热问题，这一句话也太坏了吧？直接说。我把华为换掉，没有人想要用了。再来讲实话，很多70还用啊，Mate 70去年推出嘛，对，刷抖音必烫嘛，所以为什么是过热问题？这边太热了再来不想支持60了，不想再支持了60、70、80啊，就看中国电影一样，大家都为了民主去干。对，其实60是垃圾，70换了也没有差不多，大家都一样嘛。如果你说华为真香，太阳都从北边出来，所以根本就一个性价比很差的产品啊。再来更毒哦。你现在把60换成新的壳，就等于60、70、80，所以它变成 Nokia 手机，就是他们说的，就是你其实在换壳，你里面的东西其实用的都一样，你根本没有办法突破美国的封锁嘛。这里讲的更好笑，不要说苹果坐不住嘛，因为苹果现在很开心跳起来嘛。你这个晶片连联发科都做得很稳，所以我们联发科也被点名了，意思说联发科晶片都比你强很多，中国自制晶片真的就是一场空了啊！所以，但是最后网民指出一个王炸的王牌，你只要打出这一牌，民族主义就赢了。你说这一张牌，对他们你就一定要买华为，因为当对手使用这张牌的时候，本局直接判定
中国赢了，因为是华为，我是华为，我就赢了，就赢了，所以他现在只能靠这个嘛。不过经过了3年，都用同一个晶片，就让中国网民就看到了，你技术根本没有提升嘛，你完全还是被美国卡脖子嘛。所以为什么苹果重登王者，就是因为你没有进步啊。不过现在更惨的是，缺的还不止这个，缺的连记忆体内存都在缺。华为本身靠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它24G 啊，因为苹果手机只有8G，所以它有时候跑的还比较快一点，是因为它用很多记忆体内存来掩饰它的晶片，手机晶片比较差。你看到这个标题那时候，很厉害。那时候我看到24G 加1TB，华为 Mate 80 Pro 全面封神。对，但全面封神，开玩笑。结果你现在搞了什么，你知道吗？结果降阶本来是24G，现在变成20G，因为你找不到晶片啊。现在连联军都跑出来说，现在真的缺货，内存涨很多。我连小米本来它也是修个短袜，结果它现在往下降。还有现在中国另外一个红魔手机，我现在真的很惨，因为记忆体缺货，没有人在推24B 了，所以现在中国连记忆体都做不出来。不过中国记忆体做不出来，有一家公司更有趣的是中兴突然间看到记忆体现在大涨他手机晶片做不出来，他知道改。刚才不是讲股价大跌吗？他赶快去找什么来填充产能，你知道吗？中兴说，我第3季度的产能利用率要达到95.8%，大幅提升啊，股价怎么一直往下掉啊？订单非常的多啊，产线供不应求，结果很厉害啊，很厉害你为什么股价大跌？结果他搞去干嘛？你知道吗？我们大量的去做什么？做记忆体啊，包括 NAND 啊，还有那个快闪记忆体啊，结果现在晶圆代工不做，你在逻辑代工、晶圆代工不做，手机业务也不做，他把手机业务都停下来。相对我们大家不做了先进产品，在做成熟的产品，就表示什么？对，他没有办法往前去突破所谓的美国的封锁，他只能做落后的产品。所以对于逻辑代工厂来讲，做记忆体其实很惨的啊，然后人家就推了出来。其实你这一阵子你根本没有太大的增长，7奈米这3年来，中兴还是在原地踏步嘛，就等于戳破一个真实，喊了3年说要突破美国的封锁，你开倒车了，放弃了，它的极限就是到5奈米，他想要突破这个天花板。突破不了，中国已经被美国卡死了。同一个时间，明天台湾会有一个好消息，华为在推 Mate 80嘛，中国很厉害啊。对。结果明天是台积电供应链的论坛，这个供应链论坛又再度证明一件事情，技术将会推进到中国都无法想象的地步，世界无法想象的地步。台积电会公布它2奈米耗材的用量，耗材用量代表什么？2奈米要快速的进入量产阶段的，所以。今年年底会达到4万片，明年年中它会达到再增加5成，会到8到9万片，然后到明后年，台积电的2奈米会大量开出，代表2027年就是明年到后年，2奈米就会变成主流。你可以想象一件事情，他们还在用28奈米，搞到2030年做出7奈米，台积电明天就会公布资本支出，带了一大堆供应链告诉你。我2奈米要变成成熟的产品啊，所以不是先进产品。明天台积电子弹要上膛了，货拉好要开干了。所以你要看，记得中国人要来看，你知道你落后有多远吗？接下来台积电会有第2个好消息是，它开始要启动1.4奈米跟 A16，就是1.6奈米的制程的进度，所以它会公布说，我的新技术在供应链里面会公布出来，包括晶倍供电的技术，还有新的。超薄晶圆的制程，这个都会公布出来，代表 A16已经枪在膛上 ，A16 在2027年也开始往前推进。还有台积电，我会公布它的1.4奈米，就是 A14的厂进度的进程，2007年年底就会盖好，所以你会看到这里就会开始，台积电从2奈米。是1.6奈米、1.4奈米都已经到2028年都会预期盖出来啊！你往前吹，为什么美国现在会看到说 H20放心的卖给中国没有问题？1、2、3、4、5、6，差了6个世代，差10年， 6个世代，你根本就追不上。更何况这个它还未必突破得了。所以中国明天就是一场告诉你，你永远没有办法突破美国的晶圆封锁，台湾会往前遥遥领先。任这样听起来，中国糟糕了，晶片追了这么久，连车尾灯都没办法看到。那电动车不会输吧？结果你说电动车才是真的出大事。小米，你看到这个画面，明明就是在汽车工厂内，结果被这一幕说，
你电池有问题，你连这种在做的时候都烧起来了。这是全自动化的超级工厂，就莫名其妙的工厂到一半的时候开始呢，它整个在线路上起火燃烧，而且是偏偏这就是电池工厂，所以你看哦，一烧了之后呢，开始一发不可收拾。就没有小米的这个电池，他说啊没有啦，是因为这个电池有人员切手动模式啊，它的 A 电池呢撞到了 B 电池，它就这样碰了一下，化了一下，又碰又化，所以它才会爆炸的啦。所以这个各位。狗灰啦，我们的产线没有问题。那你知道中国网友看到这个傻眼，想说那你要我把这个东西开到车子上啊？你跟我讲，你是轻轻碰一下，他说什么发生磕碰，电芯被划伤，从而造成该电池包短路引起明火。你只是一个转为人手动模式就爆掉了。不然它本来这个手动是一个借口。它根本就全自动化工厂，它怎么会有手动啊？它就是唬烂一个借口，就大家听到的时候更傻眼，就是说啊，所以你的电池只要碰一下就会炸掉哦。对，那解释了我们看到了很多影片啦。这个时候他说这个叫做小小的明火啦。对，你看起来在小吗？现在大陆对于小米这个名词感到非常的敏感，因为就觉得它是一个爆炸的代名词，它就是一个玩火的品牌。你知道吗？最近小米有一个那种展示间它的在这个我们讲的，一个是在长沙这个地方，它就说步步高每一期的新天地，它这个商场里面，它有放台小米汽车。就有一天呢，到了半夜还是怎么样，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突然间就开始起火。那大家第一时间看说啊，有小米。有商场啊，那肯定是小米惹的祸。现在他开始又有借口，他说啊，不是我们这个电动车的电池出问题啊，是这个顶部这个天花板啊，你知道这个天花板上面那线路空调出现明火，是空调的问题。我第一次听到空调可以发生火灾的，冷气机管道可以发生火灾的，算你行。他说你看这空调跟我们这车子没关系啊，我们这车子没关系，我们车子很安全的啊，还能够抛出这个影片示意。但是为什么大家会这样子？因为真的在高速公路上，比如说四川成都，小米就开高速行驶，就如同刚才讲的嘛，磕碰之后是什么？磕碰之后就嘣就爆炸了整个就开始起火了。那江苏有一个工业大道一样啊，小米开，莫名其妙就起火了。就你知道小米跟你说什么？他说啊，赵和误会啊，他这个电池他特别自己去改装的，那不是原厂的。我想说是那不是原厂的，那你这个怎么解释？之前有人刹车测试一下，他刹车的那个碟盘都可以起火，连轮胎又可以烧起来。我都觉得你这烈火战车。所以宇轩现在等于是什么？因为小米有太多这样的一个事情，撞完烧起来，去测试烧起来，所以今天你只要跟小米是有关系的事情都是小米的错，都是小米引燃这个火的啦。你知道小米已经臭到什么地步吗？来，他们现在有一个小米的你只要是他的车主，他帮你取一个名字 ，AKA 叫做绿化带战神。你知道绿化带是什么吗？就是安全岛。为什么？因为每次看到小米的车主呢，不是在安全岛上面，就是在去安全岛的路上。来，各位，我真的没有夸张，我不知道是怎么开的啊。来，这是浙江有一个人小米的车子，然后突然间就是整个人呢卡在空中了。然后他们说啊，最近小米上树啊，人家是蚂蚁上树，还是小米上树？网红车又有新技能。然后结果呢，你看广东有一个小米它只在高速转弯而已，刹车灯已经亮了，就车主踩刹车就整台车还是往绿化带你看1、2、3，他就不知道什么刹车明明踩了，然后整台车就又钻进去了那甚至是呢有 SU7了，不然你就开车过去，你就行经，你就发现说，奇怪，怎么那边有停车位吗？怎么能小米不意外，小米就应该放在那边还有那种小米车子被撞到之后，坦白讲，我看到这个我都吓死了，你知道有一台黄色的小米，我看到之后我心里想说，所以你这是2.7的吗？为什么？它整个轮胎翻起来，我看过很多车祸。我没有看过那种轮胎从原本的90度直接翻成我们讲的180度的。对，你有没有看它的轮胎？对，有没有像那种2栖登陆车？有没有？要进入水面的时候，它真的翻了对，它就直接这样翻起来，它下一秒就可以潜到水里面，然后变潜水艇。所以你知道吗？他们还去做那种我们讲碰撞测试，发现说极客，我们也讲极客也不是好到哪里去，特斯拉算是比较好。当慢慢的靠近行人的时候，你看这车速有多慢，大概20、30而已，每一台都停下来。就小米直接把那个人给撞飞出去，所以显然小米烂到不行嘛。而且这个烂不是我们讲的，是他的法务自己讲的。因为之前雷军就他们的小米的执行董事一直在吹一件事情，说我们小米这个汽车特别的改装它像它的前引擎盖，你知道吗？赵豪，你看有2个通风口，这2个通风口散热，一体成型的，直接通到了这个引擎里面，它特别优质，特别好。然后就呢，有人把它打开之后，发现说就一个板子根本没有通风口诈欺，然后就去告小米。那告了之后呢，法院判决那这小米的法务怎么讲吗？小米法务说，我们有一个新证据，
报告庭上哈，雷军啊，他没有叫这个消费者买过啊，那雷军他也没有诈欺过，因为他只写小米的功能，他没有说要买，而且呢，雷军不懂结构。啊，就是雷军是个笨笨，雷军好傻好天真，他不了解自己的车子，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啊，这个发了微博不算数。他说自己的执行长、自己的执行董事在介绍自己的车子，然后他是个我们讲的草包，但是我看到这个我真的不能忍。我们刚才是不是讲了潜水，对不对？来，小米真的有做潜水的产品。做的是手表，他说他们有一个手表，来，我们直接看它的介绍。对，全新潜水模式上线，前往人生新境界。啊，就有人拿去实测之后发现哈。大概潜个大概3-5公尺，直接整只手表进水啊！那他就很生气嘛，他说你骗人啊！你上面这边写可以潜到这么深哎？对啊，40米啊，那他3米就挂掉啦，所以他就打电话去问客服，客服说啊，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手表不能退货。他说为什么不能退货？他说因为你跑去潜水是你的错。他说可是你们不是说可以潜水吗？他说没有，它是防水，不建议要带到水里面。你仔细看我们下面，来赵和。这是不是有个小小的字样？对，你要看清楚啊！等一下，来，我们往前面推。来，观众朋友，你看得到吗？我看不到，看不到那你的问题，你要去配副眼镜。我们小米也有卖眼镜，你也可以买眼镜的啊。来，有一个字样哈，钛金属米兰尼斯表带和编织户外表带未做 EN13319认证，不适用潜水啊。你这看起来潜水，哎，卡公这没塞潜水啊，你这不是诈欺，你真笑哎。表盘可以潜水。表带却不适合潜水，对，我在听什么啊？所以说会从表带渗透进去，然后你的手表还是会坏掉啊。总之就是不能潜水。但我跟你讲啊，你不用在那边瞎掰啊，小米还在那边硬凹。他们有一只手机黑龙江哈，叫防水手机啊，多好笑。店员说我测试给你看，我们这个小米防水啊，他就是把真的放在水里面哈，那放在水里面，然后后来人家仔细看之后说，它镜头，你有没有看到镜头？对，镜头里面全部都进水了，也就是它标榜防水。他在示范他防水，结果转过头来看他的手机镜头。哦，你说有那个珠子对不对？就是水珠的嘛，对，气泡啊，手机已经进水啦。所以我跟你讲啦，你不要讲说什么手机防不防水啦，它的行动电源整天也在爆炸啦。所以呢，你知道跟着吗？小米的市值也跟着爆炸了啦。到目前为止，它电动车一路下跌，到目前为止已经蒸发了2.1兆元哦。所以呢，大概是我们讲市值总和大概5000亿港元左右。即便呢，它不断的在发行一些新产品，不断的在一些吹嘘。但很显然，不买单的是谁？不是我，也不是世界，而是连中国自己人都看不上小米。不是，现在中国也太惨了。我们刚刚讲，在晶片上面被卡得非常惨，在这个所谓的电动车上面，整个烧起来。小米不用玩了，华为不用玩了。结果现在在中国最红的是什么？是中国版的《荒野求生》。结果我看完之后，眼泪都要流下来。有人说什么？我参加荒野求生。比我工作、比我求职还好玩，因为工作跟求职更累了。不是，他们不是说还好玩，他说求生比求职容易啊！求生比求职容易？怎么哇塞，在真实生活里面，竟然真的是让他们受尽了折磨，他们反而大概100人左右就走进了这一个海拔1500公尺左右的深山里面哦，而且你就只有一把刀，什么都没有，你自己要想办法去找张罗食物，你自己要想办法去为你自己那个开始生活，你自己要想办法帮你自己找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可是你知道吗？你看到这些都全部都年轻人，每一个人进去之后，反而是在从荒郊野外这一种山野之中找到了生存下去的意义。他在生吃螃蟹。是，你知道吗？这一个应该就是他的名字叫林北哦，林北哦，对，林北，他叫林北，林北四川人，他是四川人的林北哦，他在这一次就爆红，你知道吗？为什么爆红？他就是在那边不管做任何事，比如下大雨啊，吃不到东西啊，干嘛的，他还是永远就展开他非常乐天的笑。然后呢，你看就是这样，而且到后来甚至爬在树上学着猩猩那个吼叫，他整个放飞，你知道吗？后来你看有没有开始爬树了？心想说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呢？他说来这之前啊，其实我过了最痛苦的几年啊，我自己创业1年多的时间，我每天睡不到6个小时啊，
可是我最多的时候，我一天哦就赔了3、4万，我赔到我都不知道我日子该怎么样过下去。我有时候很想大哭，但是我好像哭着哭着又哭不出来，要笑也笑不出来，反而在这里，在这个荒郊野外这个山野里面，以天为被啊，以地为席啊，反而让我自己身心非常的舒展，也让我意外的找到了生存下去的意义。说实在的，人嘛就这样活着，那有什么难的呢？因为这样子反而哦，你知道他怕说他爸爸本来跟他讲啊，你3天就回来了，没想到他跟了40几天，你知道，而且。他甚至后来火红到他的那个林北死传人他们的那一个电视台，还跑去帮他庆生呢。他们每一个人呢，可能背景来自不一样，但是几乎都有相同的命运。什么相同的命运呢？第一个穷途末路，对，但是林北也是欠了一堆债，然后再来第二个什么急需这个奖金20万，所以他们很多人就扬言啊，我呢要不然就是领着奖金走出去，要不然我就是被扛着出去。你看这林北他们吃什么？就吃这猕猴桃啊，他猕猴桃如果过熟的时候好像有点喝酒一样，你知不？所以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关系哦，整人就醉了。另外一个叫道友的，你现在看到另外一个叫道友的，他一样，以前是当厨师，也是创业过，然后失败了，然后呢欠了几十万啊。那后来啊，现在就每天啊在家里啊工作啊，一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自己跟老婆吃尽了苦日子，结果还是一样一屁股债。就他来到这里之后，一样人生突然之间好像有找到勇气可以努力下去。他说你知道怎么样吗？他甚至懒得为自己这个找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他就这样淋雨，然后呢他也起不了火，他说没关系，反正我就吃生食。这样过了40几天然后假的啦，真的，你看他要开始那个打火对不对？要生火生不起来，他想说算了，你知道吗？很冷没关系。然后呢吃了40几天，全部都吃生食，吃猕猴桃。结果呢，你知道吗？他唯一有个困扰的之处是什么？他呢发现自己的脚有点疼，有点痒。后来啊，人家跟他说，你有可能脚疼是因为你身体缺盐的关系，低钠症。他本来想放弃了，后来心里想说，可是我这样一放弃，我20万就没了。那我回家之后，我要背负着10几万的债，我怎么活？后来他心里想说，算了，烂命一条，我就这样继续撑下去。他就说他说我不能白来一趟。我撑也要撑下去，是我脚断了，我也没有差。对，然后你现在看到另外一个，你知道这个人叫龟土啊，你看现在还干干净净的哦。这个龟土也很有趣，你知道，他呢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想做，他就只想摆烂，突然之间他就活过来了，他就开始像别人一样去采山药，他现在竟然博得山药王子的一个美名哦。对，然后呢，我跟你讲哦，现在哦这个总共100多人，现在剩14个，你知道过去的40几天他们创下多少浏览吗？80亿次的浏览，对，每一个人现在都火红啦。你说他原本只要你看到，原本只要挑10个人，结果有14个人全部都撑住了，对，全部都撑住了。对，他慢慢淘汰，然后现在14个人，对不对？后来因为其中有个女生，右边那个女生啊，她后来昏倒，她宁愿昏倒。被扛出去，他都没有叫暂停。后来制作单位怕了真的会死人，会出人命啊！对，所以后来这个女生昏倒之后，他就说：你们这14个全部都进阶，14个每个人先发3万，休息5天。你看这个女生，我真的很佩服她，这叫人美人，你知道吗？她就这样盯了40几天，她瘦了快20公斤，她整个人就变成像是木乃伊，她以前长得这么漂亮，40几天下来，因为都没有东西吃嘛，你只能吃猕猴桃什么，你看到最后变成这样。然后你知道她女生她还有生理期什么的，硬是这样盯下去。后来她真的其实蛮就是真的毅力惊人哦。她后来是真的直接昏倒，后来她被送下山，所以这个节目瞬间就火红了，你知道吗？因为每个人都从这个不同人的故事里面，好像看到了自己。每个人在现实生活里面就是真的就是穷途末路，没有想到在这野外里面反而找到了生存下去的一个意义跟生命跟勇气。所以第3季报名，涌来1000人来报名啊，大家1000人，对，大家都希望得到那20万，而这个20万除了可以解现在目前的眼前燃眉之急之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们想要再从这个山野当中找到勇气回来面对真正的现实考验。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